6月21号下午5点，美国在波斯湾的潜艇上发射了几十枚战斧式导弹，这些导弹全部打向了伊朗的3处核设施。6月13号，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军事袭击。8天之后，以色列的大哥美国终于下场，也加入到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中。美国把这次军事行动命名为“午夜重锤”，那意思就是午夜发动的军事行动要重锤伊朗这个国家。下午6点钟美国的 B-2战略隐身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之下进入到了伊朗领空。在这过程中美国的战斗机对伊朗的军事雷达也包括导弹基地进行了电磁压制。事实上，大家都知道1周之前，以色列已经对伊朗的这些军事基地也包括这些雷达站导弹基地进行了一轮扫荡。所以伊朗的军事领空事实上已经被以色列和美国给占领了。Moments ago, Israel launched Operation Rising Lion, a targeted military operation to roll back the Iranian threat to Israel's very survival. This operation will continue for as many days as it takes to remove this threat. 伊朗本身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制空权。前几天，那伊朗不是有一个外长要出去跟别人谈判吗？要向以色列的军队通报。他如果不通报的话，以色列的军队有可能把他的飞机打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伊朗本身现阶段制空权已经拱手让给了以色列和美国。所以美国的战略轰炸机进入到伊朗领空的时候，如入无人之境。在整个过程中伊朗都没有丝毫反应。下午6点40分美国的 B-2隐身战略轰炸机就到了伊朗的几处非常重要的核设施上空，就在2处核设施的上空之中扔下了14枚钻地炸弹。半个小时之后，轰炸结束，美国的飞机离开了伊朗的领空。整个这个过程中间非常顺利做到了零伤亡。A short time ago, the U.S. military carried out massive precision strikes on the 3 key nuclear facilities in the Iranian regime: Fordow, Natanz, and Esfahan. Tonight, I can report to the world that the strikes were a spectacular military success. Iran's key nuclear enrichment facilities have been completely and totally obliterated. 这次军事行动应该说是美国自911以后B-2轰炸机出动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一共出动了125架各种各样的飞机规模是空前呐。与此同时呢，也是美国那个非常著名的钻地炸弹第一次实战，所以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的震动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种种迹象表明美国这次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已经蓄谋已久了。因为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太可能是临时起意据这次军事行动之后，美国国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讲，他们实际上在数周之前，甚至在数月之前，已经开始密谋这次军事行动了。And I want to give recognition to our allies in Israel as well. This is a plan that took months and weeks of positioning and preparation so that we could be ready wh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alled. It took a great deal of precision. It involved misdirection and the highest of operational security. Our B-2s went in and out of downtown Tehran, of these nuclear sites, in and out and back without the world knowing at all. 那么在6月17号，大家都知道，这特朗普去参加那个 G7 会议参加 G7 会议的时候呢，土耳其的总统给他打电话，说他想传到美国的总统呢，跟伊朗进行谈判。因为以色列不是把伊朗已经打了1周了吗？打了1周之后这伊朗不是不服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以色列就希望美国跟伊朗直接上场谈判。如果伊朗要是放弃核计划，这整个军事行动不就是可以终止了吗？据说当时特朗普当时就同意了，他还准备派万斯也包括中东特使去参加在伊斯坦布尔的这次谈判。结果这哈梅内伊就找不着了，失联了，也就是伊朗的这个宗教领袖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最近不是对伊朗进行动态清零吗？这动态清零主要是2个方面的人物第一就是伊朗的军事首领什么3军参谋长什么革命卫队的这个总司令都给干掉了。另外就是一些这研究核武器方面的专家哈梅内伊就害怕了，
他害怕以色列对他也搞动态清零啊，所以他就躲到了地堡里，手机都不接呀。但其实啊，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美国啊，其实这个动态清零计划都不包括哈梅内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要把哈梅内伊打掉了啊，那伊朗就群龙无首了，你谈判都不知道找谁去了。如果你的目标不是为了颠覆伊朗的政权，其实还是必须要保留哈梅内伊的。但是哈梅内伊自己不知道啊，他害怕。你别看他动不动就发动圣战呢，但他其实自己也怕死啊。所以自从以色列对伊朗开始进行军事打击之后，这哈梅内伊啊就自己跑到地堡里头了，他不接电话啊。所以在那关键的几个小时之内啊，这伊朗的外长和总统就到处找这个哈梅内伊，找不着。结果呢，这特朗普当时已经回美国了。最后呢，伊斯坦布尔就跟美国说，他说找不着哈梅内伊，没有办法进行谈判了。6月17号，这特朗普啊回到美国之后啊，立刻就在白宫的战情室午夜召开了会议。据国际媒体说啊，这6月17号这一天啊，其实特朗普已经决定下令对伊朗进行打击，只不过打击的时机啊还没有最后决定。6月19号啊，这白宫还放风了，说啊，美国要是否进行对伊朗进行核打击啊，有2周左右的时间，就看你伊朗的自己的反应了。如果你彻底放弃核计划，那这事儿好商量；如果不放弃核计划，美国可能要下场收拾伊朗了。2周时间，给人感觉啊，美国还是要跟伊朗谈的。但是6月20号这一天啊，这特朗普自己就发帖说了，他说这2周时间是最长期限。那言下之意啊，其实这2周中间实际上是随时有可能进行打击的。其实这已经开始放话了啊。那么在6月21号这一天啊，据说白宫啊还搞了一些迷惑行动。这6月21号这一天，就在这个美国即将发动对伊朗的打击之前啊，这白宫的那个新闻官就跟白宫的记者讲，他说今天啊这个周末啊大家都辛苦了啊，没什么事儿，你们赶紧回家吧，没有什么新闻。但其实啊，白宫已经决定要在星期六的午夜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了。这个星期五啊，这大家都知道，特朗普这个人是个高尔夫运动的狂热爱好者，每星期五都坐着空军1号去打高尔夫啊。这个星期他没去，他就躲在白宫呢。据说所有的战情室的人都聚在一起啊，研究如何打击伊朗。6月21号午夜刚刚过啊，在美国的密苏里州的军事基地上，一下子就起飞了13架 B-2隐形战略轰炸机。这13架战略隐形轰炸机起飞啊，实际上分为2个方面。第一个方向呢是飞往了亚洲的关岛，这6架 B-2隐形战略轰炸机啊都打开了透镜。所谓打开了透镜啊，就是说啊，它实际上可以被雷达所识别。因为 B-2隐形战略轰炸机啊，它本身如果你不打开那个透镜的话啊，你雷达是捕捉不到的。大摇大摆的飞往关岛，给人感觉啊，美军好像战略这个目标是对着中国去了，因为你在部署的关岛都是给中国看的嘛。另外还有7架就起飞了，就直接飞越大西洋，飞奔伊朗。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间保持无线电静默，18个小时的过程中不停地进行空中加油，就一直飞到了伊朗上空。所以你可以看到了，美国这次对伊朗的打击啊，它是摆下了迷魂阵，就是一方面给伊朗给人感觉啊，好像是还是要跟你谈判，给你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和平的期望；另一方面已经下定决心要打击伊朗了。那么这次啊，美国出动这个 B-2战略轰炸机也是有些来头的啊。这个 B-2战略轰炸机啊，最早服役呢是1997年。这个战略轰炸机啊，是造价非常昂贵啊，每一架的造价呢有24亿美金，24亿美金呢，你像折成人民币就100多亿人民币啊，一架飞机啊，一共只造了21架。像美国这个财大气粗的国家啊，也不是造得起特别多架啊，这21架在服役过程中间好像掉下来的一架，还剩20架。这个 B-2隐形轰炸机呢，如果要是进行空中加油的话，可以连续的不着陆的飞越地球一圈，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啊没有敌手，它可以在美国本土起飞，轰炸全球任何一个地方。过去啊，这个战略轰炸机啊，说实在的使用不是特别多，也当年轰炸南联盟啊、阿富汗啊、伊拉克啊都使用过啊。那这一次美国是出了血本了，一下子出动了7架这个 B-2隐形战略轰炸机要轰炸伊朗。据说啊，在6月21号这一天，美国还通过了一个可靠的途径，中间国不知道是谁啊，咱也不知道是不是中国啊，就给伊朗递话，
地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只打你一次，你别紧张，就是说我打你啊，就是只打你这一次，只轰炸你的核设施。你如果是反应不是特别激烈的话，我们就不接着打了。说实在的，这个地话啊，有点侮辱性比较强。为什么呢？你想想，美国打你过程中还告诉你了，我就打你一次啊，你要是反应不是特别激烈，我就不接着打你了。这你想想，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这多难受啊！但是美国呢，我估计也不希望啊，就是对伊朗的打击啊，变成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是告诉你，我就是要打击你的核设施。那美国这次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啊，它是带了14枚那个非常著名的钻地炸弹，就是 GBU 嘛。这 GBU 的钻地炸弹呢，我们在上次节目里头已经讲过了啊。美国是2004年开始研发的，因为美国当时不是在海湾战争过程中间搞了这个钻地堡的炸弹嘛，当时一战成名，就是你躲到地堡里，那个炸弹是钻到你地堡里进行爆炸。但是当时这个钻地堡的炸弹呢，只能钻到地底下几米深。那么后来呢，伊朗和朝鲜啊，在搞这个核计划的时候啊，他们都知道美国有这个钻地堡炸弹呢，所以啊，朝鲜和伊朗啊，他把这核设施都搞到地下去了，而且搞到地下很深的地方。你比如说这次伊朗啊，他这个福尔多的这个地下核设施啊，据说就在地下100米深。我们上期节目就讲到了，以色列这次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打掉福尔多，因为福尔多这个核设施啊，它底下不是有很多离心机吗？但是靠以色列自己的力量想要打掉福尔多，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地下100米深，这地面只有一些通风口，也包括一个出入口。你如果只是把它这个出入口打掉了，那他把出入口清理一下，那地下的那个离心机还可以继续工作啊，你没有办法彻底瘫痪它的核设施啊。但是美国这次的钻地炸弹，从2004年开始研发，据说是现在已经列装这个部队好几年了。这个钻地炸弹就比前一版的那样厉害多了啊！每一个钻地炸弹呢，它呢高度有5.7米，重量有13.6吨，它在这个上万米的高空啊，直接扔下去，靠这个动能啊，直接可以钻到地下啊60到70米深。钻到60到70米深之后，它再爆炸，它就可以把你地堡啊给一下子在底下给掀掉。所以美国这一次啊，它的 B2 隐身战略轰炸机7架，每架可以带2枚钻地堡的炸弹，这14枚炸弹就肩负着要敲掉伊朗3处核设施的重要使命。由上面这些信息你就可以知道啊，美国的这次的钻地炸弹啊，其实就是为伊朗和朝鲜这个国家准备的。但是啊，它历史上从来没有用于实弹，它也没有卖啊，也没有公开售价。但据说是采购价大概1枚在300万美金左右，300万美元啊，你想想，14枚加起来好几千万美金呢，那加起来折合成人民币也都上亿了啊。所以美国这次对伊朗进行核设施的打击也是下了血本。所以到底能不能通过这14枚钻地炸弹打掉伊朗的核设施啊，就被全世界所瞩目。那紧接着我们要介绍一下啊，美国这次轰炸的3个伊朗的核设施都是什么来头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福尔多，福尔多我们刚才讲了，是伊朗所有核设施中间最重要的一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埋藏的非常深，100米深呐。以色列的这次打击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中，就把福尔多列为了战略目标中间最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对伊朗的打击过程中，福尔多的核设施有没有被消灭掉，有没有被摧毁掉，可以说是衡量整个对伊朗啊这次军事行动中成败的一个关键指标。那么这个福尔多啊，这埋藏在地下一共是100米深，它就是这个大山根底下啊，往大山底下呢钻了一个洞。钻了一个洞之后呢，在大山深处啊，他搞了一个地下的核工厂。这个地下的核工厂啊，有几千个这种离心机。这离心机呢，就专门进行浓缩铀的设施。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有力的武器啊，你就是只是把它这个出入口炸掉，或者说你把它通风口炸掉，你对它内部的这个核设施啊没有进行毁灭性打击，那你其实对伊朗的核设施不构成毁灭影响。他回头把这个出入口清理清理啊，他进去之后继续生产。所以呢，就是这个福尔多呢是被称之为关键中间的关键，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叫纳坦兹，这纳坦兹啊是这个伊朗核设施啊比较早的，这第一次被曝光就是2002年，就伊朗的反对派在国际上就讲说伊朗这国家搞核武器的，你们知道啊，其中
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曝光了这个纳坦兹。这纳坦兹啊，在整个伊朗的核武器生产链条中间，其实也是浓缩铀。它这个浓缩铀啊，它分为地面建筑和地下建筑。地面建筑都是有一些什么，比如说电力设施啊什么之类的啊。它的关键的浓缩铀的离心机啊，也埋藏在地下，但它埋的比较浅，据说是埋在地下啊，就是几米深。但它上面呢有那个钢筋混凝土的这种顶盖。但是这个纳尔兹啊，它这个浓缩铀的生产能力比这福尔多要强得多。所以这个伊朗啊，浓缩铀中间大部分的这个浓缩铀的生产啊，都是由这个纳尔兹生产的。那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伊朗现在这丰度达到60%的浓缩铀啊，现在已经有几十公斤了啊，达到20%以上的一共有300多公斤了，都是福尔多，也包括这个纳坦兹这2个核设施生产出来的。所以这2个基地啊，都是伊朗的核设施中间最重要的环节。第3个核设施呢，叫做伊斯法罕。这伊斯法罕这个核设施，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核武器的生产过程中啊，你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氧化铀变成这个6氟化铀。这氧化铀啊，被称之为黄丙，它就是一个你从铀矿中间提取出来的初级的产品。为什么要把它转化成6氟化铀呢？因为6氟化铀啊，它是个气体，你在这个离心机离心的过程中，就是要用6氟化铀。也就是说，你把氧化铀变成6氟化铀之后，然后6氟化铀放到离心机里头进行这个浓缩，最后才能生产出浓缩铀嘛。所以啊，你要知道，伊斯法罕呢，它这个核设施啊，它的主要功效就是把初级的核材料转化成能够生产武器级核材料中间比较关键的初级环节。所以打的第3个这个核设施啊，就是这个目标啊。美国啊对伊朗的核设施打击完了之后啊，这第一时间特朗普啊就在社交网上就发帖子了。他说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这福尔多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消失了，所有的这个核设施已经获得了毁灭性打击啊。但是啊，好像以色列也包括一些国际的中立组织啊，对美国这次的核打击的计划的评估啊，比美国比起来，尤其是跟特朗普比起来啊，相对来说呢，要保守一点啊。一般来说啊，这3组核打击大家是这么评估的，就是伊斯法罕呢几乎给打掉了，因为它那个所有的这个建筑都是地面上的嘛，而且美国对伊斯法罕的打击也没有动用钻地炸弹，就是战辐射导弹就可以收拾它了，所以基本上瘫痪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叫纳坦兹。纳坦兹啊，据说它地下的离心机啊也几乎给瘫痪了，地面的电力设施啊、厂房啊基本都给破坏了。对纳坦兹的打击呢，是动用了战辐射导弹，同时也动用了钻地炸弹。由于它地下的厂房啊埋藏比较浅，所以说它的这个离心机的设施啊肯定受到了严重的损毁。第3个就是这个福尔多，这福尔多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啊。这美国对福尔多打击完之后，这伊朗的电视台就讲了，他说啊，美国对福尔多的打击其实根本没有构成什么影响，主体结构根本没有受损。也就是说，美国这个钻地炸弹，你只能钻到地面上，你60米吗？你对100米深的那个厂房没有构成核心影响。结合这个卫星图来看啊，就是美国对这福尔多的轰炸之后啊，这地面上留了6个空洞，这6个空洞啊，好像是6个大坑啊，看起来啊，这个好像是战果都比较辉煌啊。但是啊，国际原子能机构啊，好像这几天一直在监测这伊朗啊，它这个几个核设施。他说啊，这轰炸完之后啊，这个核设施这个附近呢没有放射性元素异常，这个消息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美国你轰炸的是核设施啊，离心机啊，它的处理都是这些浓缩铀啊。如果你要是把这些离心机全打掉了，那你这离心机中间的浓缩铀啊，肯定在不同程度上会释放到空气中。那也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这个区域的放射性元素一定会有异常。但非常可惜的是啊，就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检测到伊朗这几处核设施附近呢有放射性异常，所以这很有可能就导致啊，这个特别核心的设备好像没有受到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就是这是啊，这个对整个这次美国对伊朗核设施打击的一个战果评估。另外还有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
因为我们讲到了，伊朗不是在这个核打击之前，它已生产了几十公斤风度在60%的浓缩铀吗？风度在20%的浓缩铀有300多公斤啊，这个风度在60%的浓缩铀也有60公斤左右。这60公斤左右的这浓缩铀啊，其实可以生产脏弹，就是它不再进行浓缩的情况下，它也能生产脏弹。脏弹就是说它没有到原子弹爆炸那么大威力，但是足以产生那种不完整的那个放射性爆炸，就是原子爆炸，然后呢会导致放射性污染嘛。另外，它如果还有残存的离心机，很快就可以把它生产到风度93%。到了风度93%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可以生产核弹了。这个60公斤的浓缩铀可以生产10枚左右的核弹呢。那这个浓缩铀都跑到哪去了？你这个炸毁过程中间有没有炸毁啊？现在是下落不明。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啊，就是在6月19号到6月20号，也就是说美军呢对福尔多进行轰炸前1天左右的时间，就在福尔多基地啊就来了10几辆大卡车，这10几辆大卡车都是伊朗的啊。也就是说，伊朗其实也没有坐以待毙，他知道美军有可能对他下手，所以在美军对他轰炸之前啊，他用这大卡车可能已经把这些浓缩铀，也包括一些最重要的这些设备啊，从福尔多转移走了。现在国际媒体都猜测啊，他们都转移到了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啊严加看守的地下堡垒中间了，具体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所以啊，美军这次对伊朗的这种核设施的打击啊，虽然整个军事行动非常漂亮，但是打击的效果可能距离特朗普啊，所期待的那个值啊，可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啊。那打击之后，这伊朗啊也就采取了一些报复性的措施啊。首先，他对以色列啊开始进行了这又一轮的导弹袭击，往以色列扔了几十枚的这种导弹啊。有些拦截下来，有些没拦截下来啊。但是跟前些天，以色列一开始打击伊朗比起来，伊朗这次的反击的力度已经比较低了。因为伊朗啊，大家都知道，它的那个导弹生产工厂啊，基本上已经都被以色列给收拾的差不多了。那么在几轮反击之中，伊朗已经把它的导弹库存消耗了2/3，打一枚少一枚啊，你不能再生产了。所以他对这个以色列的还击的力度啊，跟1个星期之前比起来已经降低多了。另外一个方面，他是开始打美国啊，因为美国直接打他了，他也要报复啊。但是他报复选择的也特别有意思，他是朝美国驻叙利亚的空军基地扔了几枚导弹。按说啊，他打叙利亚比较远呐，美国在海湾就有空军基地，他没敢打。伊朗也知道美国不好惹啊，如果要是直接打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基地啊，搞不好引发美国对伊朗的又一轮军事打击，或者说直接进行地面战呢。所以伊朗对叙利亚美军的基地打击啊，其实啊带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啊。那言下之意，你打我了，我总要反击一下嘛。但是我反击这个过程中间，你也别当真，你别对我进行第2轮打击了啊。其实有这个意思啊。第三，他就对这个国际社会宣布，他准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霍尔木兹海峡呢，这最窄处只有40-50公里嘛，他要往里头扔水雷，那你这船不就过不去了吗？这霍尔木兹海峡，这全球据说60%左右的运油船都要通过啊。他一旦要封锁了，那中国和这个日本和韩国的就是这个石油运输管道就被切断了。所以美国呢，据说也跟这个伊朗说，你要小心呢，你要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你小心国际社会对你进行制裁啊。所以这次伊朗啊，面对美国的这次袭击啊，总体来讲表现的还是比较克制啊。因为他知道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如果联手要打他，他肯定是打不赢啊。但问题是啊，这伊朗下一步的选择会如何？这里其实有2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伊朗彻底放弃核武器计划，这当然是国际社会最期待的啊。那么美国啊也好啊，以色列也好啊，可能就不会再继续打伊朗了。但有可能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啊，就伊朗他知道美国现在和以色列打他，就是因为他手上没有核武器啊。假如他现在手上已经有10枚核武器了，以色列还敢打他吗？那如果他这次要是放弃了核计划，那也就意味着
伊朗永远生活在以色列的战争威胁之下，永无出头之日啊！他如果要是在这次过程中间咬咬牙，真的搞出10枚核弹，武装起来了，那么以色列以后就彻底不敢打他了，有可能啊。所以啊，现在伊朗本身的这个核计划存在着2种可能，咱也不知道啊，它到底会朝哪个方向发展。那从美国这次来讲啊，美国这次应该说是他自伊拉克战争之后啊，第一次采用军事武力手段来维持这个核不扩散条约的严肃性。因为如果你要是不采用军事打击的手段，那想搞核武器就搞核武器了，或者说你跟那个朝鲜谈6方会谈，谈来谈去，把朝鲜谈成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核不扩散条约不就形同废纸了吗？所以美国的这次直接出动军事打击，其实就是告诉世界上其他那些国家，不能有核武器啊，你要有核武器我就打你啊，可以说是维护了核不扩散条约的严肃性。但是啊，其实美国这个做法也充满了争议。首先是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啊，联合国的宪章不是讲了吗？不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你现在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也没有美国国会的授权，当然联合国不可能授权美国，对不对？联合国的安理会，中国和俄罗斯都坚决谴责美国打击伊朗了。中方强烈谴责美方袭击伊朗，攻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国际社会必须主持正义，为推动局势降温、恢复和平稳定做出切实努力。所以美国只能在联合国没有授权的前提下打击伊朗。所以你可以看到了，美国的这次军事行动啊，它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议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个人觉得啊，美国由于吸收了那次伊拉克战争的教训，因为那伊拉克战争打的时候，美国就说了啊，伊拉克有核武器，所以要打伊拉克。结果打完了之后呢，发现伊拉克本身也没有核武器啊，在国际上闹了笑话。另外一方面，打伊拉克战争啊，美国实际上也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价。现在整个川普政府啊，我们讲了，它基本上是一个孤立主义的政策。你让他打伊朗，他可以；你让他通过军事手段全面进攻伊朗，他不会干的。所以美国这一次啊，基本上就是通过这一次的打击一次伊朗之后就拉倒了。剩下的我估计啊，美国是准备通过谈判跟伊朗解决所谓的伊朗的核武器的问题。至于啊，美国能不能达到这个战略目标，在我看来，可能还是取决于哈梅内伊从地堡出来之后啊，他自己的大脑。他如果一条道跑到黑，那么整个中东啊，未来这个整个国际局势啊，还是充满了一片混沌的。至于未来啊，到底会走向何方？伊朗会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还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现在应该说还都看不清。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Iran, the bully of the Middle East, must now make peace. If they do not, future attacks will be far greater and a lot easier. For 40 years, Iran has been saying death to America, death to Israel. They have been killing our people, blowing off their arms, blowing off their legs with roadside bombs. That was their specialty. میخواد که بیایی تسلیم من بشی. وقتی انسان این چیزها رو مشاهده میکنه واقعا تعجب میکنه. Congratulations, President Trump. Your bold decision to target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ith the awesome and righteous migh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hange history. But in tonight's action against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merica has been
truly unsurpassed. It has done what no other country on earth could do. History will record that President Trump acted to deny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regime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weapons.